无耻的韩国选手在和我国选手奥尔格勒掰手腕时，在已经输的情况下还恶意打人，这一幕让无数中国观众感到愤怒。虽然说规则允许，但下这么重的手明显是故意而为之。在结束之后，奥尔格勒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但他始终压制着心中的怒火，没有当众发飙。当时我很生气，我一直压着火，到现在我还是压着火，不跟他闹。这个行为龌龊的男子名叫全亚律，在接受采访时，他竟然公开表态，输赢他根本不在乎，他的目的就是要打中国选手，无论对方是谁。看着对方在得逞之后露出了得意洋洋的表情，双方团队不欢而散，各自回去为接下来的实战做准备。而韩国棒子的队友还在为他刚刚龌龊的行为沾沾自喜。而我们中国选手在车上也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真的是没有想到，竟然让韩国人给欺负了。就换成我去，桌给瞎了。整个我们中国队都觉得很过分，就是太不礼貌了。双方团队到达了实战场地，各自准备接下来的实战对决。而为了使第一场比赛能够顺利拿下，打响一场开门红，我们中方团队直接掏出了一张王牌——严晓楠霸气出战。严晓楠目前在国际擂台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仅次于张伟，碾压其他一众的国际高手，是目前 UFC 女子草量级别排名世界第一。而韩方团队这一边也派出了自由练习跆拳道的美少女，比赛还没开始，他就狂言他会 KO 严晓楠。就是太不礼貌了，我觉得他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严晓楠可以说是十分的自信，连护具都没有带。双方的队长都在台下紧张的关注着。比赛中的严晓楠更是没有令我们失望，在不带护具的情况下，单方面吊打韩国的美少女，不仅多次把对手打趴在地，还让对手的鼻梁遭了殃，当场被踢断。最终也只能以狼狈的场面收场，输掉比赛。这一下不仅让韩国团队颜面扫地，更是让韩国队长全亚律皱紧了眉头。不过赢得比赛的中国选手严晓楠赛后的发言却非常的谦虚，我也想帮助他慢慢提高，要认真教他了。而韩国团队为了扳回一城，也掏出了自己的王牌，一个重磅级选手，他就是金在勋。在接受采访时，他曾表示自己是日本山口组的成员，也就是混黑帮的。不过早在半年之前，他曾和我们的中国选手奥尔格勒有过一次交手，只不过当时输得相当的惨，不到半分钟就惨遭 KO。不过这一次他信心满满，表示自己是要为韩方团队扳回一城。而面对金在勋，中国选手张建军表现得丝毫不惧，在接受采访时也是相当的自信。一想起别人让爱豆，就挺心疼的。好，观众朋友们，这场重磅级的中韩较量已经开始了。很好辨认啊，红色短裤张建军，而黑色裤衩韩国的金在勋。这场比赛我们打金在勋的话是有着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中国团队队长奥尔格勒呀2次击败过他。所以说对于这个金在勋呢，他的打法跟风格都是很了解的，知道对方的弱点啊，他的命门在哪里。而且第一次交手的时候，奥尔格勒仅用了不到半分钟啊，把对手打得躺尸擂台。哎，这边奥尔格勒已经开始在不断的喊了，告诉张建军该如何行动。而我们注意看，韩国团队这边也没闲着，在给金在勋不断的布置战术啊，出一些个阴招、损招。金身的肉搏，一个是满身肥肉，一个是浑身肌肉，谁更强，那暂时不会多说了。张建军本身就是练习摔跤出身，所以说是有童子功的，贴身肉搏呀，完全不怂对手。好，双方的拼拳。
两次输给中国选手，让金在勋呢不仅面子挂不住，而且在韩国黑帮的帮派内部啊，他的地位也越来越低，也遭受到了不少人的质疑。哎，严小南这边也在出招。在上场比赛啊，我们也看到了严小南的实力，将这个韩国的美少女打的是鼻青脸肿啊，那叫一个解气呀。好，进地面了，不过张建军形势不太好，他处于下位。其实相较于格斗来讲啊，张建军最拿手的并不是打拳击啊，他是一个健美的职业选手。所以说我们看张建军的身材呢非常的不错啊，肌肉块头非常的扎实。哦，想锁腿，错过了一个好机会。毕竟是半路出家，所以说这个柔术啊并不是那么的顶级。我们看处于下位的张建军呢，在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因为属于上位的这个金在勋呢，他太肥了，他甚至不需要出拳，只是压在我们的身上啊，就让人有点受不了了。哎，这边裁判终止了比赛，告诉张建军呢，应该是让他呢积极反击，如果再不反击的话，可能会判输了。这个裁判也相当出名了，可以说在世界上最大的格斗赛事、综合格斗赛事啊，你都能够看到他的影子。河伯迪恩，漂亮哇！前手有打晃，台下的中国团队已经相当兴奋了。哦，小心这一拳，张建军是轮空了。作为一个重磅级选手，拳头轮空啊是很危险的。我们看金在勋，哇，疯狂的打拳。我们看他这个不是打拳啊，这像这个野狗刨土一样。看起来很凶，拳头密度也很高，但是每一拳都落在了张建军的防守上啊。打了，但是又相当于没打。好，拳速慢下来，打累了，想靠一下休息一下，被一把推开。这下要换成张建军进行反击了。作为一个重磅级选手啊，刚刚一连串的输出，体能下滑是非常巨大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韩国选手金在勋呐，他没劲儿了。上勾前摆，连续的输出，好漂亮，有些晃了。两边团队都很兴奋，这才是拳法全方位的立体打击。有击斧，有爆头，有左有右。好，不行了，软了，这个时候已经软了。裁判介入，比赛结束。这是韩国的黑帮打手金在勋呢，第3次输给中国选手。我们看韩方团队和韩方的队长啊，都相当的恼火了。没办法，这就是你们赛前啊欺负我们的下场。在那种场合呀，我们不和你们斤斤计较，但是在真正的搏击擂台上，我们不可能手下留情，也不可能输给你们韩国人。好，让我们恭喜张建军赢得了比赛的胜利，也恭喜我们中方团队，这简直就是吊打呀！再次恭喜，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这个日本选手一登场，全场的中国观众就没有一个不生气的，因为这已经是不知道多少次对手这样肆无忌惮、嘴歪眼斜的挑衅我们了。已经有不少中国选手来到了日本，排着长队点名就要收拾他。他是号称日本拳坛疯狗的枯井义，只要遇到中国选手，他便嘴歪眼斜，故意恶心我们。而且这个家伙不仅赛前很嚣张，打完比赛之后更是小人得志一般，狂妄的不得了。还有哪个中国人不服？谁不服就举手，难道是没有吗？是不是都被我打怕了？我就在此守擂，谁敢挑战我，我就敢打死谁。
好，这场比赛来自于我们中国广西的狼兵后裔王小虎来到了日本。好，开始了。哎呦，哇，这是什么表情啊？嘴歪眼斜。王小虎看他呀，就像看神经病一样。这个家伙我知道了，观众朋友们啊，这是中风的前兆。好，这边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注意看，红方选手红色拳套啊，来自广西的王小虎，他是我们中国战斗机张佩勉的师兄。好，再注意看蓝方选手，他的名字叫枯井一啊，绰号是拳坛疯狗。我觉得叫他中风患者还差不多啊。王小虎只是挑战枯井一其中的一员，后面啊还有数十名中国选手等着挑战这个日本疯狗呢。也希望王小虎本场比赛啊开一个好头啊，为其他的中国选手打个样，做个榜样。石川さん、この一戦、歌手にとっても五輪にとっても大事です。そうですね。深井選手は僕ね、団体で躍してる時からね、すごいかっこいい選手だな、強い選手だなと思ったのはね、こう K1 のね。哦呦，前后手的直拳连击，结束了吗？比赛刚开始不到1分钟啊。好，一次读秒，看这个小日本呢，哎呦，这下打得不轻啊，感觉整张脸都被打红了。王小虎继续压上去，但不过这一次读秒之后呢，这个小日本反倒更兴奋起来了啊！但是我感觉他是在故作镇定。小虎要注意防守啊！这边我们看他呢，几乎是不做防守了。哎，这边像甩掉一条死狗一样甩翻对手，离我们远一点啊！别和我们搂抱，嫌你脏。哇，漂亮，就是打，左右开弓，左摆拳右摆拳，上下其手，还在继续。哇，王小虎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一回合我们注意看，还有不到1分钟，马上结束。哦，上勾前摆又打晃了。哇，不过这个小日本的抗击打能力相当强，我们看吃到这么多次重击啊，虽然说双眼已经迷离，身体摇摇晃晃，但是就是能够站得住啊。最后的10秒钟还在拼，没错，要打准，朝对方的面门，没错，打进去，最好是打掉他几颗门牙是最好的。好，这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我在王小虎的身上啊看到了我们中国另外一只小虎啊铁英华的身影，果然带虎的都挺猛啊，都挺凶的。哎，这边我们看日本选手的脸，哦呦，眼睛本来就很小，已经被王小虎啊揍得眯成一条缝了。好，第二回合比赛继续，红方选手王小虎，蓝色拳套日本的疯狗枯井一。叫疯狗不恰当啊，叫瘦狗还差不多啊，细狗，看他瘦的跟杆儿一样。哦呦，漂亮，又打晃了。王小虎的拳只要一出拳啊，对方根本防不住。小日本的防守在王小虎的拳法面前啊，形同虚设呀。好漂亮，后摆，以防正面，那我们就打侧面啊。拳法的进攻角度还是非常丰富的。这是我目前见到我们中国选手啊为数不多，我甚至感觉能排得上前10的拳法高手啊，小虎。第二回合时间已经过半。小日本啊，在王小虎的面前啊，就像一个新兵蛋子，显得是啥也不会了啊，只有挨揍的份儿。好漂亮，又是多次的头部命中。
不行了，这已经软了。只要轻轻一碰，轻轻一推啊，就像一滩烂泥一样摔倒在地。最后的半分钟，第二回合马上结束。好漂亮，后摆，再来一个，真是怎么打怎么有啊！到飞膝打中了，最后的10秒钟，要打准，拼拳要打准，打鼻子。这个狗啊，最怕被打鼻子了啊！有经验的观众朋友们肯定知道啊，狗是最怕被打鼻子的。好，这场比赛结束，日本选手已经是伤痕累累，不仅你面部肿胀，而且额骨你看已经开口了。而小虎这边啊，一点伤都没受，可以说是完好无损的。好，这边双方最后一个回合，比赛马上开始。我看红方选手红色拳套广西少年王小虎，蓝色拳套日本选手枯井一。目前的局势来看，小虎已经是完全掌握了比赛，拿下了赛点。就看这一回合，我们是想 KO 对手，还是说呢想打分结束？毕竟我们今天啊是在日本东京啊这个日本的窝里作战，所以说呢还是要 KO 是最好的啊，比较稳健。好，开始了，小日本开始了不停的搂抱，不停的来拖延时间。主要是此时此刻他的伤况啊太严重了。我现在想问问，你咋不吐舌头了？你咋不挑衅了？你怎么不嚣张了呢？来，再吐一个给我们看一看。你敢吐，我相信小虎就敢一拳啊打断你的舌头。漂亮！就像丢垃圾一样啊，丢垃圾一样甩翻对方。这会儿小虎的体能是要比对方好的，不断的进攻，不断的压迫。漂亮，又是一连串的组合连击。哎呦，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小虎拳不够重啊，是这个小日本太抗揍了。都说树要没皮必死无疑，但人要没脸天下无敌啊！对方就是没有脸，哎，打慌了。读秒，双腿刚刚已经像面条一样啊，已经打晃了。比赛还有最后的30秒钟了，他还能坚持得住吗？最后的10秒钟，好，都上头了，都上头了，情绪都上来了，没必要防守了啊！最后时间，哇，后手，比赛最后1秒，压哨的一个读秒，这应该不只是读秒，我觉得裁判直接可以判结束了。时间刚刚好啊！比赛最后1秒，后手重拳轰出去。虽然说现场裁判并没有给到读秒啊，但是没关系啊，比赛结束了，我们已经是大获全胜，3个回合碾压了对方3个回合，让我们恭喜小虎获得比赛胜利，在日本客场狠狠地收拾了这条疯狗。咱们下期视频再见。黑人选手太欠揍，竟然在贵州好汉张美璇的面前跳舞挑衅，张美璇忍无可忍，将其按在地板上一顿暴揍，最后将其掰断手臂，彻底看傻全场老外。说起贵州好汉张美璇，就不得不提到他那如同武术电影一般的打法了。出其不意的招式，常常打得对手措手不及。空中踩踏、腾空2踢脚、腾空回旋踢、暴力飞膝，
各种眼花缭乱的招式，常常对手还没明白咋回事呢，就惨被 KO 掉。日本狂人马萨、哈萨克斯坦特种兵阿西莫夫都曾是张美轩的手下败将。而这一次，张美轩客场作战来到了葡萄牙，而他的对手正是葡萄牙本地的人气选手马里奥。这个马里奥对于张美轩的到来啊，是完全不以为然，也没有放在心上。他表示，他不仅要终结张美轩的不败战绩，还要把张美轩亲自打断双腿，让张美轩啊拄着拐棍滚回中国。好，我们注意看这边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蓝方选手张美轩，而红方选手啊来自于葡萄牙的本地人气选手马里奥。对方占据了很强的一个身高优势啊，我们注意看他的腿长以及臂展，优势明显。今天他可谓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本土作战，人气很高啊，现场都是他的粉丝。但张美轩啊，他的比赛竟横空二踢脚来了。看张美轩的比赛，观众朋友们连武术电影都免了啊，以后都不用看了，想看的时候啊来看张美轩的比赛就行了。虽说张美轩的身形比不上对手，但张美轩以往的比赛啊，大多数也都是以小博大，所以说他也非常擅长啊，也很熟悉了。好，贴身的肉搏，贴身肉搏，张美轩是完全不带怂的，主动进入到地面。这边的话是张美轩主动进入到地面，我们看，这是一个腿部的足跟勾。就是掰对方的脚丫子啊！好，再一次尝试，还在尝试，张美轩在发力。张美轩还在尝试，但很明显，这个角度没有一个好的发力点，张美轩已经是在用力了。但是呢，这个就类似于什么呀？杠杆原理啊，这个支点没找好，怎么发力都是没有用的。每当我看到张美轩啊，就能想起另外一名我们中国的实力悍将，那就是中华虎杨建平。他们无论是在外貌上、打法风格上啊、身高臂展上，几乎啊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像克隆人一样。转身蹬腿，速度慢了一些。这个葡萄牙选手，哎呦，开始挑衅了。他这个是什么姿势啊？我们看他的站姿很奇怪。张美轩假装被踢疼了啊，这也是在回应对方的挑衅。这个老外把距离拉得很远哦，这个砍腿很重，进地面了。虽然说张美轩处于下位，但是没关系，因为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在下位的张美轩也很厉害啊，有很多杀招可以用。我们注意看张美轩在下位的防守啊，做的也相当不错，双腿是盘住了对方。张美轩的柔术啊，在我们国内的男子选手当中呢，已经属于哎呦跳舞，哎呦，看来你真是欠打，我看他皮痒了，这是啊。上一个在张美轩跳舞的日本选手呢，估计现在他的坟头草已经长到3米多高了。看来这个马里奥啊，这一点不知情啊。想压起身，不想让张美轩起来。现在换成了张美轩处于上位，打肚子，打肚子没问题。强行压上来，一回合还有最后40秒钟的时间，张美轩时间很充足。重拳砸击，打脸。现在处于下位的马里奥搂得很紧。
张伟轩是卯足了劲儿啊，也无法挣脱这个马里奥。好，观众朋友们，这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张美轩在身形和身高劣势的情况下能够打得这么好，我觉得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主要这个身高臂展差的太多了，这不是一丁半点儿啊，尤其在臂展上差了23公分呢。哎，这个角度我们看张美轩的鼻梁呢，怎么好像要断掉啊？应该是没事啊，抗击打能力不至于这么脆弱。好，第二回合比赛继续。蓝方张美轩，红方葡萄牙本土选手马里奥。高扫踢，但距离拉得很远啊，腿长不够。这个马里奥占据这么大的身形优势，竟然把距离控得这么远，看来他对张美轩的话也是有所忌惮的啊，被张美轩已经给吓到了。说实话，像张美轩这样的小钢炮，谁见了都会害怕。别看个子不高啊，你看，但是速度很快啊，这个突然弹跳力比较强。高扫踢中了，连续的摆拳追击，但臂展不够啊。高扫被马里奥抓到了破绽，又来到地面。我们看一下张美轩这一次在下位该如何处理。先是夹住了对方的左臂，下位的控制处理做得很好，完全不给对方任何机会。这角度我们看马里奥一条腿的长度，感觉比张美娟整个人都要长了啊！这马里奥拿到上位之后，他也不着急做砸击，就是趴到张美轩的身上。他想做的是先要稳住局面，他生怕张美轩这头穿山豹啊穿出去。第二回合我们注意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了，还有2分半。这个角度似曾相识，好，站起来了。马里奥也没有敢过多的为难张美轩，还想摔。哦，小心这个背部裸脚！我们看马里奥的背部裸脚基本上已经成型一半了，还在发力。哇，张美轩这是凭借腰间绝对的核心力量，强行把局面给转回来了。哇，这个力量很恐怖了。正常来讲，刚刚那个位置啊，换做其他选手恐怕就被降服了。我们看最后的1分多钟，张美轩在下位也没什么办法，实在是身形上差太多了。对于张美轩来讲啊，现在受的都是窝囊气。其实对方在上位啊，对张美轩也没有造成太实质性的打击啊，只不过来磨磨我们的体能，磨磨我们的血量。又来了，又是这个熟悉的场景。张美轩做出了鬼脸儿，挑衅对手啊，以为自己很疼，但实际上，哎呦，单手撑地，哇，这个招式没见过，在张美轩这是头一次见到啊，这个还不是武术里的招式，有点像舞蹈啊，跳街舞的感觉了。又来，第二回合最后的时间。
好，观众朋友们，这边第2回合比赛结束，张美轩在第2回合的话，的确受了不少的气，尤其在地面战上。没办法，这都是身形上的问题。希望张美轩能够在第3回合，我们找机会给他扳回一城。这边双方第3回合比赛已经开始，希望张美轩不要再藏着掖着了。好，看情况很放松。张美轩还在观察，因为张美轩的这个外号叫蹿山豹，贵州蹿山豹，轻易不出手出手就像豹子一样快如闪电，就看张美轩什么时候动手。对方也很大胆满场开始这个散步了。因为在比赛前2个回合他的确是有优势在分数上来说他占优，而且他还是主场作战如果拖到比赛结束不产生 KO 的话，他大概率会赢的。那我觉得张美轩应该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又是一个挂踢，手臂十字固，哇，这个反转结束了，胜负就在一瞬之间，让我们恭喜张美轩。哇，这个时机抓得非常精准，趁着对方的地面压上来的一瞬间张美轩一个翻转，像这个鳄鱼一样把对方的胳膊当场咬断。我操！日本鬼子的嚣张行为被上百家媒体记录下来，进行了全球直播。只见他手拿酱油，到头羞辱中国教练，还得寸进尺的背后锁喉，试图勒晕我们。见不想惹事的中国教练一言不发，没有回击，他便更加大胆。不仅当众羞辱14亿中国人都是软骨头，还放肆谎言，称自己一拳就能打死100个中国人。而日本官方为了缓和两国关系，在第2天又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不过因为中国教练的一再退让，一再软弱，导致在发布会现场，中日两方的团队又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现场一片混乱。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眼前没脸见人，戴着个面具装神弄鬼的佐佐木信治。这个家伙之所以敢3番5次的挑衅我们中国人的底线，正是因为他在日本的身份不简单。他是日本踢拳理事协会的副会长在日本的话是颇有一定的地位。每当我们中国团队到日本参赛的时候，他都会出手来故意恶心我们。所以说视频开始那一幕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那绝对是最严重的一次。这个小日本他的种种嚣张行为不仅引起了我们中国人的愤怒，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在日本的华侨，在日本一些做生意大老板的愤怒。其中有这么一位老板开出了江湖追杀令，只要是能够击败这头小日本子奖金300万，打出血奖金翻倍，打死当场翻10倍。于是来自我们中国内蒙的草原骄子宝银仓来到了日本东京，向他发起了挑战。没错，眼前这个小伙子便是宝银仓，他是我们中国90后的年轻小将。好，这边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让我们废话少说，看一下双方的表现。这比赛才刚开始，这个小日本竟然就耍起了无赖。我们注意看他，像一条赖皮狗一样躺在了地板上。看对方这个姿势和状态，近看知道是个人远看还以为是条狗呢。因为这个狗在撒娇的时候就喜欢躺在地板上把这个肚子露出来。只可惜它没有尾巴。好漂亮，宝银仓拿到上位，非常漂亮宝银仓来自于草原，这个小日本不自量力的想来摔我们，观众朋友们，你说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什么情况？裁判警告宝银仓不可以用肘击。哇，这个是很明显的偏袒上位肘击不让用。在我们宝银仓的马上要 KO 对手的时候，被裁判终止了比赛。宝银仓呢，因为听不懂日语没办法，只能在一旁等待这个小日本的演技来了，他在演。这哪里是来比赛呀？这简直就是一帮人合起伙来欺负我们。
观众朋友们，说句实话，我看过的比赛不说有1万啊，最少有5000了。头一次听说呢，这个上位肘击不让用啊。哎，这边小日本，你看演技大爆发，你打什么拳啊？你去拍戏算了。日本的这个1+2级的片子需要你啊。我们再看一遍，哇，这个肘击我们看很平常啊。黄牌玩不起，这就是玩不起。观众朋友们，我觉得现在日本人比这个韩国人还恶心啊，在体育道德精神这一块是完全没有啊。好，这边比赛继续。由于刚刚呢吃到了一张黄牌，所以说保银仓今天啊，如果不 KO 这个小日本子，想赢估计是很难了。双方的作战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啊，保银仓呢是偏站立，拳腿功夫更多一些，而这个小日本很明显，他是以摔跤系为主的这么一个选手，主要打的就是一个啊肩揽缠滑啊，不是这个缠抱摔打。好，保银仓没问题，又一次翻过来扭转乾坤。对方就像一条赖皮狗，就像一块被嚼过的口香糖啊，就想粘住我们。你看，又来了，这是什么姿势？野狗撒尿吗？还是说在求偶呢？反正这个姿势啊，哎呦，让人不理解。你躺一会儿就得了呗，赶紧起来。我最近发现很多人啊，说我在解说中日对抗赛当中的时候呢，说这个不够中立。观众朋友们，我心中有国，立场坚定，这就是我的中立啊！我就是偏袒中国选手。难道说非要让我昧着良心来夸一夸日本人吗？不好意思啊，我做不到啊。我的膝盖很硬啊，我的腰板也很硬，我弯不下来，我也跪不下去。又来了，又一次耍赖皮，想锁腿。哎，这个角度有点危险，对方做了一个足跟勾，通俗点来讲呢，就是掰呀保银仓的脚丫子。哇，这真是死缠烂打呀！对方啊，不是在搂我们，就是在搂我们的路上。难道说这个家伙想和保银仓处对象吗？你看，还从背后搂住了我们。保银仓不着急，在站立层面上缓步前压，但是没有压得那么紧，因为压得太紧的话、太近的话啊，对方会立马搂过来。10秒钟倒计时 ，last 10 seconds。好，后直、前直、后摆，连续的组合拳，保银仓打得不错。我们别看这个小日本呢，拳法和腿法不咋地，但是他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啊，在综合格斗界有着30连胜的战绩。但是每一场比赛都是通过耍赖皮和通过地面的方式来赢得比赛，其打法风格啊，非常令人感到恶心。保银仓不着急，还是在不断的试探，寻求一个机会啊！漂亮，简单的一个前摆。
如果说两个人持续这么打下去的话，可能裁判会警告两个人。说句实话，这是有点消极比赛了。哎，明显这个小日本他没劲儿了啊，有点摔不动了。而且我没有看错的话，这个日本选手的狗鼻子啊，不是他的鼻子好像是流出血了。好，又摆出了这个野狗撒尿的姿势啊。很多观众朋友们会好奇，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教练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啊，为什么不还击啊？为什么不还手？是不是太软弱了？是不是太好欺负了？观众朋友们，给你举个例子，狗咬你一口，你能去咬狗一口吗？如果说他往我们的身上倒了一瓶酱油，我们也往对方的头上浇一瓶酱油的话，那岂不是啊和他没什么区别吗？可能我们中国教练考虑更多的还是两国之间的这个影响问题啊，所以说呢比较低调。而对方这个小日本子肆无忌惮啊，他不断的来试探我们的底线。这是小日本子的本性啊，他们欺软怕硬。平日里看起来啊，这个毕恭毕敬、讲文明、讲礼貌、人模狗样，但背地里啊比谁都恶心。而且他们欺软怕硬啊，很喜欢欺负别人，试探别人的底线。好漂亮，来到地面了。我们看对方的狗鼻子一直在流血。现在保英仓的奖金呢，已经到达了600万。因为赛前的大老板也说了啊，保英仓要是能把他打出血啊，这个奖金是可以翻倍的，当然打死翻10倍。保英仓加把劲儿啊，最好是把这个奖金呢，我们给他翻上10倍。哦呦，不行了，眼睛也被打肿了，鼻子、嘴巴都在流血。哟，这个时候还在挑衅，他示意保英仓啊继续上来打，但保英仓呢故意放对方起来，因为对方的拳法和腿法呢烂中之烂啊，不能再烂了。在打站立的话，我们是有优势的。漂亮，前手点刺，小刺拳打得很准。最好是要打准啊，打断对方的鼻子，打飞对方的门牙，那才好呢。1分钟倒计时。观众朋友们，我怎么感觉这个家伙这个要累死了呀，没劲儿了。你个吃什么饭团子的人和我们吃牛羊肉长大的人，这个体能那能一样吗？但是保英仓还是很稳，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没能力 KO 对手，他是想这个慢慢的折磨对方到比赛最后一刻。好漂亮，前手摆拳打慌了，比赛结束。好，这场比赛最终一致判定，让我们恭喜保英仓拿下了胜利。即便在吃到一张黄牌的情况下拿下胜利啊，保英仓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也恭喜他拿到了600万，同时也狠狠的收拾了对手。退役多年的死神方便竟然重返擂台，不料刚一上场就险些被黑人拳王重拳 KO。台下老外看到这一幕，都纷纷站起来嘲讽方便。方便的56连胜险些被终结，结果下一秒站起来的死神方便眼神突变，和对手玩命拼拳，誓死捍卫不败战绩。打中国的死神方便，你有几成把握？哎，那个垃圾玩意儿，我3拳就能打死他。他的连胜完全就是中国人花钱包装出来的。他在我的眼里连一个3流选手都算不上，我会亲手打废他，让全世界看一看中国人是多么的可笑。好，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黑人选手，便是来自于法国的明星级拳王塞德里克·杜姆贝。好，这名选手可谓是身经百战，这次不远万里的话，也是来到中国挑战死神方便。但此时的死神方便啊，已经退役多年，早已不再打比赛了。
但塞德里克在媒体面前多次嘲讽方便，说方便的连胜都是假的都是我们中国人花钞票包装出来的。最过分的是，他竟然还拿死神方便和武僧一龙做起了比较。他说方便和武僧一龙都是假把式，都是冒牌货，都是不经打的垃圾玩意儿。这一番触底线的言论彻底惹恼了方便。你可以说方便实力不行，你可以质疑方便，但是你绝不可以说方便与虫为伍。方便是实力悍将，而一龙呢，他是网红这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所以方便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一口恶气，因此决定重出江湖，誓死捍卫自己的荣誉。好，注意看双方的比赛点开始，红方选手死神方便，蓝方选手便是塞德里克杜姆贝。方便此时的战绩是46战全胜一个不败战绩，而塞德里克杜姆贝也不简单他是48战45胜，基本上也没输过。但当然，他的48战这是职业战绩其中还有很多他业余比赛包括街头斗殴，已经超过100场作战。实际上都是很兴奋的，他们希望能踩在巨人的肩膀上，踩在前辈的肩膀上，让自己更加有所成就。是，对手越强其实对自己来说呢也是一个考验。当然，这也像是一针强心剂，很多运动员都是这样，遇强则强这样的话能激起他的比赛的欲望。那作为死神方面，现在我们看到了他从一个职业的运动员，一个顶尖的拳手，现在身份变得多元化了。是的，他变成了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一位老板，一位教练。在这么多重身份的同样的在身份的混杂中呢，方面是如何摆平这样的关系？对方是做了一个狙击。对于方面的状态，会不会因为这样多元化的身份而下降？我们也再看一下他擂台的表现。相信了解方面的观众朋友们都很清楚，方便的成名之战就是 KO 了加拿大拳王西蒙马库斯。然而今天方面的对手这个杜姆贝，他的实力是远超马库斯的。所以说比赛开始，方面这边很谨慎把距离拉得很远，利用灵活的步伐和杜姆贝打起了拉锯战。训练的节奏也慢慢的有了起色。对，除了散打化的自由搏击之外，他在 MMA 这一块在绝局都布局了。然后最重要是他已经公司准备挂牌上市，所以以后叫他财神不是死神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对方还是打得比较稳健，对，出技术出的也不多，是，而且可能也是碍于方便当年的一个前后手，还有一个迎击，前后手直接连死马库斯以后呢，很少有选手现在给方便上来就会打对拼了，漂亮，低位的摇臂，前手的平弓，后腿的扫踢。而且方便善于做事先的针对性训练，没错，他会找这个靶子来模仿他的对手来喂招。相对于其他的我们的散打出身的选手呢，方便的移动能力以及自己的一击必杀的能力是在这个同行里面还是属于佼佼者。那他知道他的拳法连续性不够是他的短板，没错。方便小心一个迎击被抓到。方便在。这场比赛两人的作战风格完全是截然相反，此人方面沉着冷静，他还在适应比赛；然而这个杜姆贝则是来势汹汹，他一心只想要 KO 方面来证明自己。但方面毕竟是老江湖了，所以说面对对方来势汹汹的进攻丝毫不慌，丝毫不乱。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虽然说这个杜姆贝像一只出笼的猛虎，来势汹汹，但方面强有力的反击也充满了威胁。这两个人的终结能力都很强，都很高，所以说胜负就在一瞬之间。第二回合的比赛从这第一回合的最后1分钟看，这场比赛看来是很难善终是，双方都是奔着把对方直接击倒或者撂平在这个擂台上为主要目的的。你说，其实这样的比赛，这双方都憋了一口气儿我们看谁能先发制人。只能一次7级。那刚才就说方便他要借着这一次的比赛证明散打是一个主流的格斗技，不会比其他的国家的派别来的差。没错，这也方便。哇，刚刚这一下是非常的危险，方便就差一点点就被打倒了，就差一点被读秒。但好在死人方面这边的起身速度比较快，所以说没有吃到裁判的读秒。好，裁判警告杜姆贝，你不可以打后脑。对方
这个假模假样的还举起了弓啊，来向方便道歉。要知道赛前这个杜姆贝可以说是非常的猖獗啊，他说方便的46战全胜，全部都是花钱包装出来的，都是假赛，都是假的。而且最过分的是，他还说方便和武僧一龙是一路货色，那这对于方便来讲，完全就是奇耻大辱啊！那方便在避其锋芒啊，找着机会。好，这个看这一下，勾拳了，这攻击，方便在追击对方，方便的头连续中了3拳，方便还了1拳。目前方便的防御啊，有点被打穿了，要小心。对方的报价报的比方便要严一些，方便呢还主要是以这个前手在前面刺着，来控制距离，不想让对方打进来。方便这个头部的摇闪也要注意一下，要注意一下。从现在这个场上的状态看，我们看这个杜姆贝的发挥还是不错的。的确，在第2回合，杜姆贝的优势还是慢慢的建立了。方便可能不能再拼拳了，是方便的找机会。如果让二老师给方便一些建议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如果是包边上头啊，如果是我的话啊，这个时候我认为应该避其锋芒。方便毕竟有优于对方的移动能力。对方这个打后脑打得非常的明显，而且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黑人拳手杜姆贝竟然如此的无耻，他迟迟打不开局面，竟然来攻击死神方面的后脑。要知道比赛当中呢，打击后脑这是最可耻啊，最严重的违规了，因为一不小心有可能会打出命案。双方拼拳，死神方面完全不落下风。这一下的话是重心失衡，自己把自己踢倒了，完全没问题。不算读秒，划算，打的有点不冷静了。方便这时候实际上避其锋芒，让对方的整个的这一回合的气势压下去以后，再从第2回合再找回来，我认为是一个更加稳妥和安全的办法。好，双方第2回合比赛结束，方便拒绝和杜姆贝碰拳，完全没问题，因为对方的手段和打法太过于卑鄙啊，是一个为了赢不择手段的家伙。在第2回合的时候，他已经连续2次击打方便的后脑啊，这理论上来讲，我觉得呀，判他输都是应该的。打击后脑如果打准了，一拳就可以把人打死。在此之前的所有拳击擂台打死人的事件啊，基本上都是打后脑造成的。好，双方的比赛来到第3个回合，也就是最后一场对局了。看一下方便的表现。这头啊，都过了头。那在上回合当中，应该说稍稍的有一些劣势，一定要小心，对方在找机会了。最后这个很重要了。对方在找机会了，我们看对方的眼神已经没事，不是强毒，你自己跑到中立角那个耍宝，霸国拳手来耍宝，还以为躲到那边了，裁判就会强毒。应该说杜姆贝的这个整个的表现欲还是非常强的。我们看到这个胸创新的2位教头啊，给方便说你又中了1拳。对，刚才你打出后手拳以后，一定要记着做一个摇闪，说一定要放松，你不要着急。方便这个时候心态有一些这有点着急，手都不拿高啊。其实没有必要，方便目前还是有。后面还有机会，后面还有时间。方便如果出高腿的话，对方应该是在抓这个机会，在等。而且方便出的是侧踹啊，他不是出边腿，出边腿效果漂亮，后摆，好漂亮，突击。第3回合的死神方面终于开始放手一搏，向杜姆贝发起猛攻了。在前2个回合方面打得过于保守啊，这一回合如果再保守的话，那本场比赛有可能会输了。好，你看，对方在把方面顶倒之后啊，还站在方面的面前挑衅我们。虽然说本场比赛看起来的确是杜姆贝这一边啊打得更凶，打得更猛，但分数上，观众朋友们，我敢负责任的告诉你，方便绝对不落后于对手。因为方面有着多年的散打经验，而且体制内的散打打分啊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说方便打分非常的厉害。实在有点方便担心了，下劈，还有这个手。拿下来，对，前两站边来了。我相信他依然采取的是自己非常习惯的这个套路啊，车踹前后手的转控制。方便现在整个战术变为控制了，我们看已经不再打进去跟对方对拼了，但是动作太大了，他的腿法动作太大，没有隐蔽性。觉得方便这几波的攻击啊，他都不算有效的攻击。
时间呢在慢慢的推移，我们看看双方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战术的变化。杜姆贝整个的拳法技术呢，还是以这种抡摆为主。对，实际上如果作为心态平衡的方面来说，应该对防御这样的腿法不是那么的难，这样的拳法不是那么的难。是的，但是现在方便在心理失衡，而且主动求战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没办法打控制的，在心态上、情绪上会有一些影响和变化。而其实刚才说了，杜姆贝的他这个整个看一下，来看看结果，平局，加赛一局。这样出。哦，这场比赛的结果有点超乎我们的意料，没有想到竟然是加赛一局。一般来讲，如果第4回合是决胜局，那么前3个回合的表现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那接下来裁判需要看的就是这最后1个回合的表现。所以说，接下来2名选手肯定会毫无保留、倾尽所有，玩命的打，玩命的拼啊！因为这是最关键的1个回合了。贝的摇臂直接钻进来了，但是方便被撞到头啊！杜姆贝扫高扫，这高扫透过拳套打中了，打到自己。双方对拼拳，方便直接前手刺拳拿臂往外一顶，看来方便就是要打距离了。是，而且这第4回合的靠到对方身上了。把整个前冲都冲过去，这样会很危险。方便现在还是在打游移。我们非常希望方便，我觉得方便3回合打完，整个的情绪也冷静下来了。对，所以这一回合应该说呢有所调整，而且呢非常重要。这方便做了很多后摆踢啊，就后摆踢没有配合假动作的话，是基本上踢不到。特别是在对方如果不前防备的时候，决胜局就是决胜局。这一下把方便和杜姆贝所有的能量、所有的招式啊，全部逼了出来。现在的战况很激烈。但方便呢，毕竟是我们的不败王者，他还是很沉着冷静啊，没有盲目的去进攻对手。反倒是这个杜姆贝，因为前3个回合打得太猛啊，第4回合他有点泄劲儿了。现在的他有点没劲儿了。打轮他要打出来的，所以呢拳呢是很重的。相对来说，对方的拳没有方便的拳突发速度快。对，那这样方便可以一拳一拳累积自己的优势，也是一个不错的战术。是的，而且现在看杜姆贝，其实整个前几回合打的看起来好像这个比较有效果，但是其实真正的准确率还是比较差一些的。从这回合来讲，看方便应该一拳是一拳，一下是一下。目前的希望是跟方便打乱战，对，打白刃战。方便现在是朋友给他这个机会。我们方便好像打的也是这个主意啊。方便一直在保持着移动，对的，移动，不断突袭，不断移动。好，退。手机呢？法国选手很懂得打心理战啊，跟裁判打心理战。是，一直在跟裁判在卖萌。对，没事就跑到这白角那边耍个宝。这个方便啊，好险啊！刚才方便低头的时候，对方用了一个下抛拳啊，这个是照着后脑勺过来的，对方上高。方便用了一个这个我们传统武术里边的这个小扣腿啊，对，往后面一点，然后再一靠， 10秒，时间快到了，方便了，方便有没有机会？再来一下，方便，对啊，你不要让气氛踩到。我们3位都沉浸在这场比赛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的沉思。好，双方这一场加时赛的大战终于结束，终于打完啊！最终的结果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因为第4回合加时赛，方便的表现明显是更好，但是还是要看一下最终裁判的判罚。好，没有问题，恭喜死神方便，非常精彩。死神方便。比赛结束，比赛结束，时间荒迷。不知死活的日本冠军非要和死神方便签下生死状，上台之后才被方便一拳打飞出擂台，摔断脖颈，霸气 KO。说起死神方便，相信大家绝对不陌生。他不仅一生从未有过败绩，而且在打日本人这件事上，他从未让我们失望过。遇到他的日本人，不是被打得口鼻喷血，就是跪地磕头求饶。
如果说格斗擂台打死人不犯法，那死神方面绝不可能让任何日本人活着走下擂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享受一把视觉盛宴，看一看死神方面是如何暴打嚣张的小日本子。好，我们注意看，第一头小日本子便是来自于日本的自由搏击冠军莫拉布。好，随着莫拉布出场的还有还有4个穿着非常艳丽的日本特产。没错，日本特产这个艺伎，他们能歌善舞能唱能跳，可以说呀，1能陪吃，2能陪喝，3能这个是吧？好，这场比赛的话，日本选手莫拉布相当的嚣张，他表示这一次也不仅要终结方便的连胜，还要帮方便重新投胎。面对嚣张的小日本子，我们中国的死神方面头戴死神面具霸气登场。这场比赛他必须要给这个小日本子上一课，只不过这一课上的实在是有点短。不到30秒就送对方去见阎王。红方是中国勇士方面，他在武林风目前这个专业组比赛当中已经是17战全胜，目前还没输1场。那么蓝方呢是来自日本的马纳博。我们看到马纳博现在是不敢进攻，也可能好，这下好了，方面真是把这个小日本子送去见了阎王。哇，这拳实在太猛了！我们看，这已经是把整个人打飞入擂台了。方面还想补上一脚，但是呢，碍于比赛规则，如果再补上这一脚的话，可能他的胜利会被剥夺。好，第2个来挑战死神方面的名叫高木健太，他是日本踢拳协会的副会长，他是赛前叫的最欢，结果被方面打得最惨、最狼狈的一个。比赛刚开始，方面就步步紧逼，给了高木健太一个下马威。日本曾经参加了T1的比赛，包括 MMA 的比赛。紧接着，方面开始发挥自己散打推法的优势，踢得高木健太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看得见却又摸不着，根本无法近身。我们武林风的竞赛规则是裆部不允许击打。现在这个蓝方选手高木健太就是没办法进来，他是一直想往上扑，但是这个方面不给他机会。然而就当高木健太以为死神方面只会推法时，方面突然给了他一个惊喜。在提示日本的这个高木健太要进攻，进攻。这一拳可以说是突射冷箭，让对手防不胜防。但日本选手被击倒那一刻，铃声刚好敲响，因此他躲过了一劫，没有被方便 KO。比赛第2回合刚一开始，被打红眼的高木健太像发疯了一般进攻死神方面。此时的他已经丧失了理智，完全不做防守，被方面的后手迎击当场打断了鼻梁。日本的高木健太在第2局比赛一开局发狠了，因为我不跟你斗了，你再这样斗我不行，火了。现场裁判见日本选手失血过多，便临时终止了比赛，检查伤口。这个场裁判是让这个方面造成一定威胁，所以这个时候但日本选手不见黄河心不死，只要不被 KO， 他就不认输。你看，又是2个重击这时候方便的。见日本选手不见棺材不落泪，死人方面也不再隐忍，连拳带腿疯狂招呼对手，明显是想速战速决，杀死比赛。机会，死神方面在找机会，这个拳。今天这个高木健太现在是非常的坚强，对，非常坚定的站在点上。在比赛第2回合马上要结束时，裁判又一次叫停了比赛，被日本选手高木健太检查伤口。此时对方的肋骨已经青一块紫一块，鼻血也不停的流出来。比赛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这一次的摔倒仿佛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高木健太连站都站不稳。裁判随之便终止了比赛，没有再给他第3次机会。TKO 方面获胜。好，第3个来挑战死人方面的人名叫工藤永树，他是呼声最高，在日本人的眼里他是胜算最大的一个，因为他不仅是日本的冠军，同时他也是一个日本武士。但无论对方什么身份，在死神方面的面前，他就是一个欠揍的小日本子。实力太强大了，哈哈哈哈！今天方面要 KO 对手，哈哈，就得摔。这一场比赛，方面依旧是想速战速决，快速秒杀对手。刚一上来便打得小日本子工藤永树连滚带爬，根本招架不住方便的进攻。工藤永树就是站不住了。看看后手的重拳，后手重拳。
双方实力差距太大了。随着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方面的手感也越打越火热，犹如克星下凡一般，连拳带腿暴揍日本选手。可以说，在日本选手的身上看不到任何胜算。男子80公斤的比赛当中，是王这场比赛的胜负并没有太大的悬念。表演，接着拽跟上去。然而不知死活的日本选手却在方便的面前班门弄斧，玩弄起了腿法，这也彻底激怒了方便。是我们所说的日本的武士道的一种精神。漂亮一个，这又一脚又一脚。这最后一记穿心腿法让日本选手再也爬不起来，躺在地上一脸的痛苦，可见这一脚威力有多么的恐怖。这场比赛方便又给日本选手上了一课，告诉他们什么叫做真正的腿法。不过这场比赛方便并没有打服对手，时隔1年，工藤勇树又一次杀了回来。不过这一次对方带着4连胜的战绩，而且还带着必胜的决心。因为上一次输给死神方面之后啊，他回到了日本，可以说受到了全日本所有民众的唾骂。因此这一次他挑战死神方面只能赢不能输，因为他早已立下了军令状，打不赢就当场切腹，已经完全没有退路可讲。卷土重来啊！我们看看工藤勇树在今天比赛里头能够表现如何。我们也期待着方面第32次连胜。继续书写他不败的神话。在死人方面头，工藤勇树标志性的下劈腿。比赛完之后，工藤勇树懵了。等比赛结束之后，将进行。但是这场比赛事实的情况就是英雄归来的情节并没有上演，他依旧是被方便无情暴打，甚至说比上一场比赛还要更惨。因为1年时间里他在不断的成长，而方便也在突飞猛进呐。这工藤勇树现在有一点应对乏力了。现在这个方面完全控制整场比赛这种节奏，就这局完全被控制了。这一场比赛，工藤勇树做的唯一正确的一个决定，那就是把比赛的时间挑选在了中午，因为以他的打法和风格，在方便的面前，早晚都要出事儿。选择在中午打，还有一线生机最起码应该不会被打死。力量，如果跟方便打对攻，肯定打到自己。当然，我们也看到工藤勇树也其实挺顽强的，作为一个日本的武士吧，下劈漂亮，但是方便还想再斗他一会儿。现在这场比赛爆了。好，这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看来这个工藤勇树还真就是记吃不记打。上一次在方便的面前使用腿法吃了多大的亏，他都忘记了都抛之脑后了这一次依然是用自己的腿法作为自己的主要进攻手段。哎呦，你看，这差点被踢出擂台。不要再用腿了，你的腿法在方便的面前那不是腿，那是狗爪子。刚才方面往另一个加劲摔，但一看不行，我收住。不过这位日本选手还是挺坚韧的。此时我们注意看工藤勇树的脸，包括嘴唇已经是煞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估计不是怕方便，而是说他立下了军令状，打输就要切腹估计此时此刻他正想着这个怎么切横着切还是竖着切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嘛，这种事情一般人是没有经验的毕竟人生只有一次体验的机会漂亮，又一次按倒在地。防守能力确实不错，他也知道这场比赛将想复仇，也苦练了很长的时间，连续9场全胜，但是面对死人方面确实只有招架之功。但是工藤勇树在目前的发展上看，这是一个帅摔。对。我的击鼓动作，这个打迎接，打得很准，打迎接，另往冲的一瞬间，方便击鼓，这个击鼓是迎着对方前进的力量，对，这是一个双重加力这是转身后蹬被方便识破了，完全识破了。方便多聪明，是吧？我又积极琥珀。观众朋友们，这工藤勇树这哪里是日本武士他这是日本蟑螂吧？
他是工藤勇树，心里没数啊，纯属来中国来凑数来了，他是啊。好，不得不讲，他的意志力还是很顽强的，被方面这么暴打呀！哎呦，前手的摆拳被打跪在地，这一下难道结束了吗？应该是不会啊，毕竟打输了的代价太高了，他不可能认输。太耐打了，的确是这位选手的意志品质的确不错，在明显强于自己的对手方面面前，依然坚持要把这场比赛打下去。转身的后摆腿，上来的游击抱腿的摔法啊，工藤勇树抓住这次机会，是吧？这又一个车站腿，这又是坐在腹部上，坐在腹部上。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结束了。2次挑战死神方面，2次都以失败告终。上一次呢，只是说给自己的家族蒙羞，而这一次对方要付出的代价，那可是当场切腹啊！4场比赛，4场暴打小日本子啊，可以说每一场都很精彩。再次恭喜死神方面，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